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今天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世界黄金协会2025年6月9号发布的最新周报。这份报告亮点多多，但核心的观点是黄金价格上周强劲反弹， LBMA 金价收于每盎司 3339.9 美元，周环比上升 1.9%， 年迄今涨幅高达 28%。这不仅显示出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还反映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下的市场情绪。无论你是交易老手还是刚接触黄金投资的小白，今天我们都会深入浅出的聊聊这份报告的精华，帮助你抓住黄金市场的脉搏。好，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正题。先来看看上周经济市场的整体情况，了解一下黄金价格反弹的背景。上周全球经济呈现出复杂的图景，美国劳工市场表现出了韧性，5月份新增就业岗位 13.9 万个，失业率维持在 4.2%， 工资月环比增长 0.4%。 但报告也指出，新增就业中有超过一半是来自医疗和教育行业，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双双收缩，显示出美国经济并非全面向好。欧洲方面，欧洲央行如期降息25个基点，欧元区通胀降至 1.9%， 低于 2% 的目标。制造业 PMI 也有所改善，经济数据整体偏正面。中国市场则不容乐观，制造业 PMI 跌至 48.3，创2022年9月以来最大的跌幅，出口增速放缓至 4.8%， 通胀持续为负值，显示出经济放缓持续承受压力。印度储备银行则意外大幅降息50个基点，来到 5.5%， 试图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数据也不尽如人意，分别出现了 GDP 收缩和增长放缓。此外，地缘政治风险也在上升。报告提到，尽管近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和平会谈，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仍在升级。美国国内的洛杉矶骚乱也增加了市场的不安情绪。全球贸易方面，中美将在伦敦举行第2轮的贸易谈判，但7月9日的谈判截止日期临近，其他贸易伙伴进展也有限，全球贸易紧张的局势可能持续。这些宏观背景都为黄金的避险需求提供了支撑，也让我们对接下来黄金市场分析更加有期待。接下来我们深入解读黄金市场的核心数据，看看推动金价上涨的背后因素。首先，最亮眼的数据是金价的强劲表现。报告的第3页明确指出， LBMA 金价上周五收市在 3339.9 美元每盎司，周环比上涨 1.9%， 今年以来累计涨幅高达 28%。 这意味着黄金在2025年继续保持强劲的上行趋势，成为投资组合当中的明星资产。为什么金价能有这样的表现呢？报告的 GRAM 模型给出了答案。上升的隐含波动率上涨 0.4%， 和 COMEX 净多头头寸增加了 0.4%， 这两者是金价上涨的主要驱动力。这说明市场对黄金的看涨情绪在增强，投资者通过期货市场加码多头的头寸。同时，全球黄金 ETF 的资金流入虽然有所放缓，但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净多头头寸均有所增加，显示机构投资者对黄金的信心不减。再来看看期权市场的动态，报告第22页提到，黄金的期权市场 Delta 调整后的名义头寸增加，特别是 GLD 增加了 38.12 亿美元，和黄金期货增加了 7.86 亿美元，表明市场对看涨期权的需求正在回升。波动率指标也有所回落，1个月的隐含波动率在下降， Delta 偏度趋向中性，
意味着市场对下行保护的需求减少，投资者更倾向于看涨黄金。第25页的表格详细列出了主要黄金 ETF 和期货的波动率的数据，比如 GLD 的1个月 ATM 隐含波动率为 17.79%， 较前一个月下跌 3.7%， 但仍处于 81.4% 的年度分位，表明市场波动性依然较高，但相对稳定。相比之下，中国的期货隐含波动率下降更为明显，下跌了 10.4%， 显示出中国市场对黄金短期波动预期较低。黄金市场的合金数据表明，金价上涨受到了避险需求、看涨头寸增加和波动率稳定的共同推动。对于交易老手来说，这意味着可以继续关注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净多头的变化，作为判断市场情绪的指标。对于小白的投资者，简单的理解就是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下的不确定性让黄金成为了避风港，资金正在流入黄金市场，推高价格。接下来我们聊一下黄金的技术面的分析，帮助大家判断未来的走势。报告的第3页提到，黄金目前处在盘整阶段，这被视为核心上升趋势当中的暂时的停顿。换句话说，金价经历了 28% 的年涨幅之后，短期内可能在高位震荡，但长期看涨的趋势并未改变。为了更直观的分析走势，我们来看一下报告中的技术分析的术语。这些术语对于理解黄金潜在的支撑和阻力位非常有帮助。例如，斐波那契回调 Fibonacci retracements 是技术分析当中非常重要的工具，用于寻找价格回调后的支撑位。报告提到，常用的斐波那契回调水平包括 23.6%、38.2%、50%、61.8%、78.6% 等等。假设金价从高点回落，交易者可以关注这些水平作为潜在的买入点。例如，黄金价格从 3339.9 美元每盎司回调至 50% 的水平，大约就是在3000美元左右，这里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位。另外，布林带 Bollinger Bands 也被提到，它是以20周期移动均线为中心，上下各2条标准差线，覆盖了 95% 的价格波动。当前价格在高位盘整，可能接近布林带的上轨。交易老手可以观察是否出现超买的信号，也就是说，价格过快的上涨之后，可能暂停或者回调。小白的朋友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金价涨得太猛，可能需要喘口气，短期内小幅回落，但不改变长期的上涨趋势。报告还提到了 MACD 移动平均线收敛发散指标，这是一个趋势跟随和动能的指标。如果 MACD 线向上穿越信号线，通常是买入的信号，反之则预示着回调。目前报告并未具体分析 MACD 的数据，但结合金价的盘整状态， MACD 可能显示出动能在放缓，建议关注未来这周是否会出现新的趋势的信号。综合来看，黄金的技术面显示出短线正在进行盘整，但长期的趋势依然看涨。交易老手可以利用斐波那契回调和布林带寻找潜在的入市点，小白投资者则可以关注金价是否会跌至关键的支撑位，作为低风险的买入机会。最后我们看看本周市场展望和需要关注的重要的事件。报告的第3页指出，美国通胀数据将是本周影响黄金市场情绪的重头戏。市场预期通胀可能加速，结合上周强劲的就业数据，美联储降息的希望可能会进一步降温。这对于黄金来说可能是一把双刃剑。通胀上升可能增强黄金对抗通胀的吸引力，但美联储若迟迟不肯降息，这对金价也构成了潜在的压力。
此外，美联储目前正处于静默期，不会发布新的货币政策的评论，市场将更加关注的是政治新闻和经济数据。而地缘政治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升级，以及美国国内的骚乱，可能继续推高避险的需求。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也值得关注，如果谈判取得突破，可能缓解市场的紧张情绪，对金价形成一定的压力。但如果谈判无果，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将支撑金价。对于交易老手来说，建议密切跟踪美国 CPI 数据的发布，并关注 COMEX 净多头头寸的变化。小白投资者可以简单关注新闻中是否有大的地缘政治或贸易的事件，这都可能推高金价。今天我们从宏观背景到黄金数据，再到技术分析，到下周展望，全面拆解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的周报。核心观点是，黄金价格在避险需求和看涨头寸的推动下持续走强，短期盘整不改变长期上行的趋势。对于有经验的交易者，关注 COMEX 头寸和费波那契支撑位是不错的选择。对于小白的朋友，记住黄金是经济动荡时期的避风港，可以考虑在回调时小额建仓。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视频有用，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提醒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黄金投资的解读。同时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金价是会继续看涨呢，还是短期回调呢？好，我们下期再见。